这本书一开头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说人生困难重重，这是伟大的真理，一旦真正想通这层道理就能超越它。其实就是人家一直讲的，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就是想要去逃避，或者是想要用其他的方式去拒绝承认人生的苦难，但是真正的男子汉，我们就是要去正视这件事情，然后去面对它。纪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素质。所以承担责任跟忠于现实两件事情是环环相扣的。对，你要能够承担责任，你才敢去接受真相是什么。因为你如果逃避责任，对你来讲，一切的真相都是跟你无关，都是别人的问题。男子汉学院。本节目由台湾最屌的 Podcast 录音室 Mike Mike 赞助播出，感谢 Mike Mike， 感谢干爹。我是 Eric 11嘛，我是 Jeff Machine。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纪律，纪律，不是单纯的行动上的纪律。我们要聊到是更深入到内心层面，关于纪律这件事情。而且是心灵层面，心灵层面的纪律。就是一般人想要纪律，就是我每天5点起床，早起运动，然后准时完成我的工作，什么要吃的很健康、很干净。就是一般人想到纪律，大概都是这个层面的东西。对，但是其实心灵内心的纪律其实更加的重要，因为这跟你对看待人生跟看待生活的方式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就要说到我们基本上聊的内容是根据这本书《心灵地图》，英文叫 The Road Less Traveled，比较少人走的路。对，因为刚好我的纪录片的英文名字是因为被这本书启发吗？对，导演是因为被一首诗，但那个诗也是被这个，都是有互相关联，互相关联，所以这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中的经典。对，就像你刚才讲的，因为一般的人去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心灵上面的纪律更重要？应该是说更根本。这本书一开头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说人生困难重重，这是伟大的真理，一旦真正想通这层道理就能超越它。其实就是人家一直讲的，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就是想要去逃避，或者是想要用其他的方式去拒绝承认人生的苦难，但是真正的男子汉，或者是说我们身为一个人，我们就是要去正视这件事情，然后去面对它。纪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素质。然后也有人会反驳啊，人生这么苦，那活着干嘛？这就跟世间存在正义与邪恶是不是必要的，两极对立是不是一样？这是一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人生辛苦是必要的，因为其实人真的是在辛苦、受苦、有困难的时候才会成长。你在快乐、一帆风顺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有什么改变，因为你觉得你的状态很好，所以你不会想要去改变任何事情，你就顺风而走，然后顺水而流。可是在那样的状态下，其实是一个没有变化，然后也不会有提升的一段时间。然后很多人讲，我们人类到这个地球上，到这个世界来，其实是要来修炼、要来磨练的。那有看过一些，如果有人看了一些跟这种外星文明或者说宇宙相关的书，就会说，其实地球是一个很好的修炼场。佛教也是这样，佛教也这样讲啊，就比如说什么。神活1年是人类100年的时间，那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中体验的事情是神在1年中才体验得到。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的时间去体验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宝贵、很珍贵的经验。其实以前小时候我觉得说来世间那么苦就不要来了，后来其实就理解到，因为有这些经历，我们才会改变，然后才会能够慢慢的。在人生中不会去虚度跟浪费自己的岁月，我觉得这蛮重要。但是就像刚刚讲到，要能够去通过这些东西，其实纪律是一个关键，然后也是一个可以让你更加有系统去面对这些东西的内心的这个机制，这个软体。岔个题，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人一讲到身心灵或者心灵，现在其实很流行，就是一些正向思考啊，正面的冥想，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某种程度，
是不是跟正视人生的苦难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所抵触？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正向思考跟人生苦难，我觉得没有抵触啊。因为人生有苦难，所以我们才需要在遇到苦难的时候，用好的心态去鼓励自己，去提醒自己，我们要去好好面对它。但是正向思考，后来也有人在讨论，不能让它失控。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你努力就会变好，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一切都会更好，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你用正向心态去面对，你就会得到好的回应。有人有一本，我记得有一本书，还有一个纪录片，就叫做《失控的正面思考》。正面思考是可以协助你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有比较健全的心灵去面对，但是并不代表你可以所有事情都透过正向思考或正面的能量去克服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分两个，一个是你刚才讲的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人生有很多的苦难，但是不要搞混了，不是说你正向思考就不会有苦难，对，一样会有。对，但是在这种练习哦，因为那是一种频率，哦，那你要去相信它，事情会变更好。事情你遇到坏的事情，你遇到困难，你的正面思考或者是你的这种信念是，你要一直告诉自己，你有能力去克服，你有能力去解决。对，但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不要搞混了，不要以为你做这些练习，人世间就没有苦难了。对，这是两回事。对，但因为我在读这个东西，我会觉得，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他会去搞混这些东西。而且我更残酷，我觉得很多苦难是你没办法克服的。但是正面思考的意义不是告诉你什么都可以克服，而是如果你有些东西没办法克服，你要怎么去面对？对啦，是面对了，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你没有办法去改写过去嘛，所以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你遇到的事情？那回到这本书好了，因为它里面有讲这个纪律分成4个，他认为了，第一个叫不逞一时之快，对 ，OK， 不逞一时之快其实还蛮容易理解的，就是小朋友糖果实验嘛，你现在不吃1颗糖，下次就有2颗糖，对，你不要贪图当下的享受或是娱乐，然后就耽误了你未来可能够达到的成就。但是这种 discipline 就这种纪律其实好难啊，因为比如说它是最浅层的，但是它其实也很困难。对啊，比如说每个人都有偷懒啊、拖延的这种，因为这是人的天性，人就是喜欢享受嘛，喜欢开心嘛，人生都已经这么苦了，我这边马上随手可以取得的快乐，我为什么不先享受？更何况现在的人，如果对于未来抱持的希望减低的话，那更容易去采取，或者更容易去选择垂手可得的快乐啊。对啊，那我觉得这个会导致你最终你要承担的后果是什么？但这个要想清楚啊。对啊，那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这后面会讲到有一个东西叫做你怎么去平衡，因为现在的人都讲。或者是说有很多的理论都是告诉我们要活在当下，那这个就是一个平衡，你要怎么样去辨别什么时候我是在做活在当下，但不是在逞一时之快。活在当下，我觉得不是一般人想象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或是说当下我能够享受什么东西就先享受，因为人生无常。其实我觉得活在当下是一个，在物理上来讲，时间跟我们想象是不一样的。其实所有东西都是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所有东西都是同时发生的。只是因为我们的物理上的移动速度太慢了，所以我们有时间是一个箭头从现在过去那边的想法。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大脑的构造，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另外一种事情。对，但其实他们在科学上讲的，所有的未来、过去、现在的瞬间都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从物理上来看，其实只有现在。那从哲学上或者从宗教上来看，宗教上来讲，我们也只有现在，因为过去已经过了，未来还没发生。我们能够拥有就是当下这个 moment。所以很多人会说要去
活在当下，其实意思不是在于你现在要去享乐，而是只有当下。那为什么我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那只有当下啊。你的人生是每一个当下累积出来的。以我们人类能够认知的世界来看，我们是由所有当下累积出来的一个连续体。所以你如果说为了当下的享乐，去破坏了某一些你需要维持的东西，其实未来的你在那个当下，他还是要付出他的代价。之前有一部电影啊，我不知道，我忘记中文名称叫什么，叫《Arrival》。哦，那个那个就是外星人，他降下来嘛？那一个星球的人，或者是那一个维度的人，他就是他的时间是一个环，他们的文字系统也是一个环。他们说文字系统，文字系统会影响一个种族，不是指黑人白人，是一个大纯有。人类的书写系统都是有线性的，对，所以我们的对时间观是线性。然后那个什么八角族，还是八族，还是七族，就是他们的文字系统是一个未来跟现在衔接的，所以对他们来讲，时间是同时存在。对，所以那部电影某种程度他想要表达，其实也就是刚才我在讲的那部电影，我觉得是我看过。中文叫什么？异星什么的？对，哦，那部电影是我觉得我看过这么多电影里面最美的电影其中一部。对，他拍的。然后他的原著小说也很棒，可是原著小说它更多是探讨时间跟当下的概念，但是电影把那个意境拍得很美。那个导演是不是后来拍了《沙丘》？那就是他嘛，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回头去看，就是存在的只有当下。那活在当下的意思，不是叫你把所有的一切都丢在那个 moment， 然后尽情的去享乐、去破坏、去做一些你觉得应该做，但其实对你的生活并没有好处的东西。那第二个几率是什么？承担责任。这个也是很好的一节，对不对？承担责任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不要先看别人，要先看自己嘛，对啊。所以我们说，把责任承担起来，就是先检视自己到底做的怎么样，再去说，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部分可以让我们让事情变得更好？怪别人很轻松，但是怪别人的另一个角度，就是你承认你的生活不是你自己掌握的。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我们之前聊过嘛，都会想逃避，可是逃避不会帮助事情变好。当然承认自己错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做了错误的决策，别人说都是你的错，你说其实是他，然后你就把那个球丢出去，然后你可能就觉得还好不是我。但是如果你这样做，其实也没去理解，是你让他这样做的。我以前打篮球，别人都觉得我很吵，但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后来发现，我就是边打球边抱怨，然后反正我投不进也是别人的问题，我掉球也是别人的问题。对，所以我篮球一直打不好。对，所以我要承担起责任。不要打篮球了，回来格斗吧。我最近先练一下篮球了，对，有练自己检讨自己，对对对。格斗的话，那个我们南展学院出外景的时候，对，在男子汉战斗能力也很重要，是，承担起责任。另外一种承担责任是什么？就是当你有遇到你需要战斗的时候，是不是要挺身而出？对，但这书里面好像没有讲这个事情嘛。其实是没错啊，承担责有，就是所有东西从内心层面来看 ，Jordan Peterson 有讲，都有小的跟大的嘛。对 ，Jordan Peterson 可能讲的比较多这一部分，很多啊。对，就是什么时候要挺身而出。对啊，有啦，它里面好像有讲到，就是有关于你什么时候要去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啊，不能逃避嘛。对啊，那这个也是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向。第三个，忠于真相。对啊，我觉得年纪到了一个程度我觉得发现这是最重要。什么是真相？没有什么叫真相，一切都是在你的脑子里。简单讲，就是你的世界观其实就是由你的经验构成的。对啊，所以年纪越大的，你会发现越固执，是因为他觉得他的经验累积，他看了这么多，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但是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脑子里面的世界，对啊。那最恐怖的就是你这样子就停止成长，然后你就会开始骗别人、骗自己。遇到困难你也看不清楚，因为你认为的世界就长这样啊，所以你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因为你用了同样的方式，或者是你用了你只知道的方式去解决，然后你解决不了，你就会认为说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了，那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其实不是真的，其实不是真的，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在骗自己啊，对啊。那终于现实这件事情，其实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对，因为我们都有倾向去逃避面对，所以承担责任跟忠于现实两件事情是环环相扣的。对，你要能够承担责任，你才敢去接受真相是什么。你如果做不到前面这一个接受真相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不可能的。对，因为你如果逃避责任，对你来讲，一切的真相都是跟你无关，都是别人的问题。对，所以两者是扣在一起的。对，逃避责任的话，真相是什么也不是那么重要。对啊，我只要相信我自己相信的就好了。我只要相信责任不是出在我身上，对，就没有所谓的真相，因为是别人要负责的人要把真相找出来，不是我。对，其实这是蛮可怕的事情的。对啊，我觉得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会更让自己的眼界打开来。对啊，我们讲每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其实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 update。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啦，当你不再 update 你的版本，我们讲心灵的地图，当你停止 update 的时候，对啊，你就会发现，哇，世界好像在跟你作对，但其实只是你没有更新你的版本而已。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其实都要意识到这一点，与时俱进，然后要一直去重新理解自己。像我们前一集跟梅娜莎聊，其实也讲了，在爱情上你会发现到人是一直改变的，但是撇开爱情，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理解，我们每一个时刻都不是过去那个时刻的重复。有些人可能一直重复，那我觉得蛮可怕的。我们每一个时刻其实都是一个新的自己。生物学上要讲嘛，好像每7年我们的全身的细胞就换成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每7年就重生一次。因为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有细胞死掉，对，都一直在更新。然后就是他就说啊，7年一个循环，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跟现在都是不一样的。那在生物上都已经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内心是不是也应该有一样的状况？我们要一直去汰换自己心里面的东西，当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了。对，所以细胞汰换我们没感觉嘛。可是你要踢掉过去的习性跟想法，要重新接受新的东西，其实是蛮难的。对啊，所以有人不是讲了吗？当你遇到问题，最惨的状况就是你一直想要用相同的方法解决它，然后你想要得到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结果。这是爱因斯坦说的吧？我忘了。用同样的方式做事，但是想要得到不一样的答案是疯狂，类似这样。对，类似这样。对。第4个，保持平衡。保持平衡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你怎么样去 balance 刚才讲的，比如说不逞一时之快跟活在当下。你怎么去区分它，然后你怎么去平衡它，对不对？你不能是因为我要不逞一时之快，所以我一直不享受，我一直克制自己。那种你还有些工作狂是这样的。对，他觉得我现在只要努力怎么样，以后我就可以怎么样。但这样就失去平衡了。对，这样也许如果那个以后没有来的话怎么办？对。那也有人说，我不用管以后，所以我就尽情的在现在享受一切。像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可能的想法就是，我今天赚了多少钱我就花光，因为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可能明年就死掉了，所以我现在不花也没有用。但这就变成另外一个极端，过度强调未来跟过度强调现在。我觉得都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是，对啊。然后刚才讲的那个第3点，忠于真相。有的时候我们讲叫做善意的谎言。问题是你怎么去衡量那个度？因为我们虽然都要忠于真相，但是某些时候你说出来的话，如果是会伤害到别人的时候，你为了要忠于，没有，我觉得忠于真相。我自己的解读是对你自己忠于真相，别人不见得想知道真相。你
不会去傲慢的认为别人可能想要知道真相是什么，而去告诉 Exactly 他。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取得平衡的一个困难点，因为这很难去抓。因为一旦你觉得说从今天起我要做一个忠于自己、忠于世界、忠于真相、忠于真理的人，可能就会犯这样的错。就像你讲的，所以对象请拉回自己身上。对， Yeah 纪律是用在自己身上，不是去要求别人的。对，没错。然后这里面有讲一个东西哦，因为嘞，平衡的最高原则是放弃。平衡视为纪律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放弃某些东西一定会带来痛苦。哇，这句话其实很深奥。我有看过一个东西，然后我也会用自己的经验来讲，就是他们说最好版本的自己是什么？最好版本的自己就是想象中的自己，不是我什么都做得到的那个版本的自己。我可以做 A B C D， 我全部都能做，那个不是叫最好版本的自己。最好版本的自己是我知道什么东西我不要做，那就是当你必须要放弃某些东西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激发出你自己的力量出来。当你觉得你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时候，其实你什么事情都不会完全全心的投入去做。然后，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平衡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吊诡的东西。其实，你如果对人生有所求，你希望你在某一个领域或是某一件事情上可以达到你心中认为的高度，其实你是会有一段时间不平衡的，因为平衡就代表着你要放弃一些东西。可是，当你因为想要平衡，有些东西要舍弃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用相对执着或是狂热的方式去完成你想要做的那件事。尼采就说过这句话，对啊，就是 exactly 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讲，但他的意思就是说，真正能够成就，或者说能够追求到真理，或者是达到你最大的极限，其实你就是不能够往中间靠嘛。对，你往中间靠是不会成就任何东西的。但是我觉得所以他最终自杀了，right？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华人的哲学比较讲中庸之道，但我觉得这个讲的这个平衡，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平衡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临时我刚刚想到，就是其实我们在超难强调身心灵加施舍6个要平衡嘛，但是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东西。当你有能力去想到要平衡这6件事的时候，通常你已经在某一个相对还不错的位置了。那你要从原本的状态达到那个位置，其实你是必须会经历过一些不平衡的。那不平衡到一个极致，你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时候，你才开始会去思考怎么样去平衡这些东西。当然是建构在你已经不平衡的去堆叠了这么多有形无形的资源，或者你自己的成长的时候，你才能够到达那个位置去要求平衡。所以这本书讲了，放弃其实是最终是把自我抛开，对，然后平衡我 let 觉得 go，对，然后我觉得平衡是一个动态，它不会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可能你随时一段时间都需要经历一次的平衡，但是平衡它不会是永远这样。平衡指的不是一个高原永远平衡的，而是过头之后你要平衡，然后可能下来你会再平衡上去，它是一个动态一直不断调整的机制。以我自己的理解来讲，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平衡。因为我看过很多人讲，然后 David Goggins 也有讲，然后 Michael Jordan 的训练师 Tim Grover 也有讲，他说这些人在追求伟大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强调平衡的，他们要的是着魔，他们会对某件事情着魔，等到达那个成就之后，再去思考怎么叫平衡。对，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在思考这些事情，因为我就是一个很贪心的人，我就是什么都想要的人。然后我也是啊，谁不是？对啊，然后有的人是觉得那我就每个都顾，每个都顾，但有可能你每个都顾，你就不好，都顾不好，那就是假平衡，那就是这是假的平衡。对，所以这本书里面有讲到一个，就是说平衡最终其实
它虽然是抛开，最终要抛开的是什么？是自我。对。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为什么这是一个心灵的追求？因为你抛开自我，其实就是开始你面对更深一层的心灵。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要先拥有自我，对啊，你才能够抛啊，抛开否则你抛的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就是放弃自我了，对啊，对不对？所以就像你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动态，你要先追求到一些东西，你要先把你的自我找寻到，然后接下来才是一个舍弃的动作。对，因为你跷跷板歪一边，你要开始丢东西，你才会，然后不小心丢太多，你要再把它捡回来。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比较有趣，然后值得我们多去思考的事情。对，但是有时候只靠思考，你就会落入脑子里面的 drama 而已。就会对，或者是说就变成是思想家，没有行动。对，所以我们要动起来。对，我看过一本书很有趣，他是讲好像把历史上一些真的有名的伟人，把他们在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跟他们真实生活中的面貌去做一个对比，然后就发现到有一些哲学家他讲善或者讲好或者强调什么。什么良善的人性，他私底下是个混蛋，对，然后就是有很多类似的案例，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你在历史课本上看到的伟人，然后有人可能他强调是什么人类要平等啊什么之类的，但他私底下是一个渣男，所以真正的经典，写出经典的人，不见得是伟人 ，no，写出经典的人不见得是人格最完美、最良善的那个人。我想说的是。看你怎么定义经典啦，经典书籍或者说这本书很 classic 那样子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讲的是经典，人类的经典，经典中的经典，写出这样的人，他其实不叫哲学家，也不叫思想家，他叫什么？这叫圣人，是吧？那圣人其实他就跟一般人真的就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当然他也有他人性的那一面嘛。这点我倒觉得。我们在后世去想看到的是不一样，像现在很多人就要开始探讨孔子真相是什么。他们说孔子跟他的门徒，其实在古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装集团。孔子190几公分，然后力气超大，然后他们的子弟每个都是能征善战。他们说其实他们不是像大家想象一堆文绉绉的人凑在一起，然后只会这边空谈。他们说他们其实是行动力非常强的武装集团部队。是，但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只是说他的真实的样貌跟我们想象对是不一样的，对，是这个意思，对，是这个意思。但你刚才讲的，有些是说他说一套做一套，那种人，他其实他就不配称为圣人了。对啊，那你刚才讲到伟人嘛，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它里面讲。一个人伟大与否，要看他受苦的能力，但伟大是一种欢乐。这就回到我们刚才最前面讲的，你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嘛？为什么很多人逃避去面对这个受苦，就是他不懂得你真正去解决了困难，它本身其实是一种喜悦，或者甚至是说，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有一本书叫做。很多本不是集中营的那本那活出意义来，活出意义来。对，我们的节目的上一季打嘴鼓有聊过活出意义来这本书，其实他就在讲，对啊，不要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自己要赋予它意义。对啊，所以当你把人生的意义赋予了之后，你就能够得到最终的喜悦，然后你也可以承受苦难。对。然后他就说啦，你必须先拥有某些东西才能放弃它，还没有得到的东西不可能被放弃，唯有先确立自我才能放弃自我。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就是自我的这个提升的东西嘛。对啊，那要提升心灵的层次，其实你只有纪律，你才能做得到。我相信有认真想要把人生过好的人都曾经会思考过纪律这件事情，很困难啊。对，就是你就像你讲的，你如果不牺牲一些东西，你是达不到自己，绝对不太可能达到你心中要的目标嘛。如果你追求的是财富上的成功，你也要牺牲很多，你要牺牲你的时间，你要牺牲你的一般人不愿意舍弃的东西，你才能够达到那样的状态。你中乐透除外，可是中乐透人其实多半都不幸福啊。我没看过，很少听到有人中乐透是善终的。
有可能钱没有花光了有人不是什么7年拍了纪录片啊？对啊，就是他们去研究所有中乐透的人，对啊，之前我听说什么平均7年内破7年后会产，破产，或是钱对花完了，对然后回不去了。对啊对啊，我们在南山学院里面常聊到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像我自己常讲这么多，但我也一塌糊涂啊，我也做错很多事情。我真要讲这个事情，靠北啊，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啊，我也是一样，我说我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一直犯错嘛，对每天都做错事，对一天到晚被骂，对被女朋友骂，被家人不谅解，什么干嘛的。可是我常讲一句话，别人听了觉得很蠢，就我没有要放弃我自己啊。你骂我，你不开心，你觉得我怎么样？但是你骂就骂，你生气就生气。可是我的人生我知道我没有要放弃啊，可能我处理方式跟你想的不一样，可能跟我父母的期待不一样，可能跟朋友认知不一样，可能跟另外一半的想法不一样。可是不一样没关系，我做错了没关系，我没有要放弃啊。做错了就重来嘛，重新学就好了嘛。对，任何东西你只要能够，你只要还把气留着，还留着那一口气还活着，其实你都还有机会可以重新再来啊。对啊，对，所以我其实要讲的不是说啊，你真的觉得是我也是这样，我因为要准备这期节目，骂屁骂，多厉害！其实我为了要准备这期节目，对我们把这个我们非常喜欢这本书《心灵地图》纪律这一篇，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我在看的当下，其实就是在看的当下，就是在检讨啊，自己真的是太没有纪律了。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式，除了他提的这4点，其实我真心觉得，时时刻刻的去接触一些好的正向的一些内容，对，不管是书。不管是 podcast， 不管是电影，不管是 anything 都好。对，其实他就是一直在提醒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其实漫画现在也是艺术的一种。我看过一部漫画超夸张，叫什么？好像是跟地动说有关系的。然后就是把从中古世纪的时候，大家本人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也是绕地球转。后慢慢变成地球绕太阳转，然后就出生有很多人经历这个阶段，然后被宗教迫害、杀害。有漫画在画这个东西，日本的漫画在画，而且他把它画得很像热血漫画。然后我就觉得任何资讯的来源，只要你能够去吸收到东西，其实都是好的。应该这样讲，不见得每个人都有筛选资讯的能力。就像你讲，漫画里面有很多很糟糕的价值观，书也有无聊的东西啊。对，所以就回到了经典的经典是不会出错的。对，就是所以看漫画一定要看刃牙，刃牙是经典。对啊 ，OK， 北斗神拳也是经典。可以。所以我觉得，讲到我们之前不是在讲，我们常常开始放连结吗？可以放一些书单，对我觉得像《心灵地图》没有业配，这个书卖的多好跟我都没关系。但我大概已经送超过10本这本书给我身边有兴趣的朋友，然后我自己也常常拿出来翻，然后每次看到爱跟纪律都会自己很惭愧，看完了可是也没做好。可是没做好不代表一样啊，没做好不代表我放弃了。因为我知道我没做好，所以我还会再继续。对啊，所以时时翻阅，时时提醒。这真的很有效，而且很重要。对啊，那我们今天聊了纪律，下次有机会，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把聊爱吗？爱，因为这本书里面讲的爱，他讲的爱非常的很特别，很特别。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聊，然后后面几篇有关于恩典啊、信仰，我觉得有机会我们都可以聊。也请大家来留言告诉我们。希望听到我们聊哪一个部分，或者是说，或是你对纪律有什么看法，然后对这本书还有没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这本书我们超人之前在中山区的读书会读完了嘛，其实就是带着大家一起看，然后分享。我觉得其实大家看这本书之后，都有很多就是被敲到。我很喜欢形容，就是看书被敲到的感觉，就是你突然发现到原来是这样子的。跟被对手敲到的感觉不太一样，跟被对手敲你会很火大，但被书敲到你会觉得快乐像那个振聋发聩，像那个卡通影片里面的那种灯泡灯，原来可以这样子。节目快要结束了才醒过来，我们两个有点开始昏沉了。没有昏沉啊，你昏沉而已啊。没有，你不是感冒啊？我感冒，可是我聊得很认真呢。
我不想承担责任。我很认真在讲纪律，你问摄影师就知道我是很认真在讲纪律。好，因为我的毛病又犯了，对自己有毛病先，你要把承担起来，然后要接受真相。对，因为我下午那杯咖啡没有喝，对，结果还是丢给咖啡。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有纪律。承担。咖啡说我是无辜的。对，好，承担。好了，那希望大家都有收获，好吧？有什么想法，请留言告诉我们。